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秀才，不爱出门的秀才。淘宝集运特辑来喽！对，最主要呢，这次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敲碗已久的淘宝集运到底要怎么买。像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有一些小家具啊，其实很多都是淘宝来的。那到底要怎么过五关斩六将才可以买到这些淘宝的东西呢？其实很简单。那很多朋友一定对这又好奇又陌生，到底什么是淘宝集运？淘宝集运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你还没听过集运的话，必须看这一集，好不好？记得先帮我点赞、分享出去。比如说你在大陆网站上，不管是淘宝啊、天猫、京东各个网站上，你看到喜欢的东西呢，你都可以使用集运把它运回来台湾。你只要在各个网站上面下单了之后，把它寄送到集运公司的仓库。好，再经由这个集运公司呢，它会配送到台湾，再由台湾这边的货运公司直送到你家。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买东西就很简单？而且其实集运还有好处，可以帮你省不少钱。很多人在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官方网站上面买，其实是淘宝的东西的话，其实大概都会贵2到3倍以上。那其实集运就可以帮你省下这些钱，那你还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呢。好，第一个呢。淘宝集运的话，主要分为就是空运、海运还有海快3个，然后再来呢，空运的价格会是最高的，然后海快跟海运的价格都会比较便宜。那速度的话呢，也是空运会比较快，海快跟海运都会其次会比较慢。那空运的话，差不多是3天到4天左右的时间。比如说从大陆到台湾大概3到4天，那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，你就可以走空运。那如果时间还好的话，我一般会比较推荐就是走海快，因为海快的话呢，其实它大概只要7到10天左右。那最久的话是海运，如果你是一些大型家具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海运的方式去运送，会比较方便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会讲到，就每一家集运的话呢，因为各有优缺点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喜欢每家集运的服务比较周到，那有的可能价格上会比较优惠。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时间价格都会有比较便宜，比如说像双11的时候，或者是接近过节的时候，然后或者是年终那个时候，价格都会有一些运费的优惠。那到底哪一家比较好用？因为我看了很多网友其实也踩了蛮多雷。我自己其实一开始第一次在用的是，朋友推荐给我的巧巧狼，应该也有很多人是用巧巧狼。它有个缺点就是基本上它的后台客服非常难找，而且如果你不是 VIP 的话，你使用那个客服的问答，基本上只有1次的一个机会。所以其实它不是马上连线就可以找到后台客服的。我觉得蛮多人就是在上面卡到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在网上问说啊怎么办？我的货好像还没出来，我的货好像卡在海关。所以我觉得选择集运公司也是蛮重要的。巧巧狼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，价格也适中。它不是最便宜，可是我觉得它适中。那如果你本身是比较需要客服跟你有对话互动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是在台湾地区的话，你可以找什么虾皮集运。其实它的价格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，可是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赖的客服，然后去询问。然后包括说我刚刚说的海运的部分啊，你的一些大型的，比如说你可能像我们再要装潢家里的，你可能有一些床组啊，你要从淘宝上去集运的话，其实他们也有一条龙的服务。因为我知道很多集运公司它是比如说你的床载到台湾了，它只帮你放在你的大楼，你签收完没有人帮你搬上去。好，再来组装的话，全程你都需要自己组装。那有的人可能不是组装达人的话，那你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因为我之前咨询过，就是虾皮集运的话，他们是有一条龙服务的。那因为我觉得他们公司比较大，大家也可以去咨询看看。这个完全是无广推荐的没有广告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大陆的朋友的话，然后你可能想要集运回来台湾，那我就会建议大家有2间推荐，你们自己去比较啦。那其他的一些分享我会放在那个明细栏里面。另外2间的话，就是一个是卡菲斯，
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这一次用的，我已经用过2、3次了，叫鼎盛集运。那鼎盛集运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价格也是适中，对，然后也不会太贵，大概每公斤差不多，不包税的话大概就是9.5块左右。然后我用的都是海快，我不走海运，我也不走空运，我用海快。好，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走空运，什么样可以用海快，什么样可以用海运，因为有的公司它的海快是不收鞋子、不收化妆品的哦。如果你要寄鞋子跟化妆品，你可能就不能走海快。那有的公司很奇怪，它的海快是可以走鞋子跟化妆品哦，所以我觉得尽量找有客服的。接下来呢，进到第3步，第3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，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寄，什么东西不能寄。像可以寄的部分啊，他们又有分什么普货跟特货。那其实你不懂的话，你其实上官网查，或者是后台的客服，他都会跟你分享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分成空运、海快跟海运嘛，这3种。那禁止类的，像空运，其实大部分禁止都差不多。空运就不能，比如说你有酒啊、毒品啊、枪支、水果、植物、电话卡、易爆易燃的东西，然后电动车，比如说像很流行平板车、滑板车这一类电动车、电子烟都是不能寄的。好，那海快不能寄的东西呢，像是食品、农作物、干燥花，然后砂轮片、地板，还有瓷砖，然后电话卡，就是网卡的那种 SIM 卡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医药用品，但酒、毒品啊、枪支这肯定是不行的。然后一样易爆易燃、电子烟的一些产品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海运的部分呢，除了刚刚以上的东西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家具类除外的东西，一切商品都是禁运的哦。所以如果你要运家具的话，因为家具大部分都是比较大型的家具的话，大部分会建议走海运，虽然时间比较长，大概要10天到15天，大概2周的时间左右，可是它价格也是最便宜，而且如果你要寄的东西是这么大件，比如说床啊、沙发啊，或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家具类的东西，其实会建议走海运，价格还有便利性都会比较实惠，而且是大部分的集运都可以接受的。那在大家比较关心的，到底哪一家比较便宜？除了服务好之外，哪一家会比较便宜呢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这次用的是鼎盛集运啊，以我的方式的话呢，它有分不包税，还有包平凡税跟全包税。那因为我之前有用巧巧郎，巧巧郎它就有分什么叫平凡税，就是你1年里面如果频繁的寄超过6次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包平凡税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包税，你就基本上你过海关就很容易被查扣。那查扣的话，如果你又不包税，你就会你就要补税。那如果你东西又特别贵的话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寄什么名牌包包，然后什么名牌的鞋子，尽量都是不要寄这些东西，因为税金真的很重，好不好？大部分寄的都是你自己要用的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已经有拆封过的，然后或者是你淘宝上掏的东西，那些都可以寄。不包税的话，一般正常的价格，1公斤差不多是8.5块到11块。我现在讲的都是人民币计价，那你自己大概可以把它换算成台币计价，好不好？不包税。那平凡税的话，1公斤平均大概是10.5块到13.5块。全包税的话，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被查到，他们也会帮你缴所有的税，那这就会比较贵，这大概是12块到14.5块人民币左右。哦，所以大家自己去取决说，这家服务如果比较好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全包税它价格可能落在比如说12.5块、13块，稍微贵一点，我觉得 OK， 好不好？因为像我这次用鼎盛集运，就是采用的是第一次用的是全包税，那我觉得就还蛮安心的。那第二次我有试用过，就是不包税。然后我这一次大概补了400多块台币，其实我也觉得蛮便宜的。那我大概寄什么东西，我就寄回来一些
之前有收集了一些蜡烛啊、香氛啊，还有一些化妆品。我之前有寄过球鞋，2大箱的球鞋，然后还有衣服，这些一定都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最后的话呢，第5项要跟大家讲的是各家集运的一些附加服务，因为像有的集运它会帮你。有免费的开箱验货服务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淘宝嘛，一趟买这么远过来，如果你退货的话，又非常麻烦。那其实有的厂家呢，他就会提供这个免费开箱验货的服务。在大陆的部分呢，集运关卡就直接帮你打开箱子，验下，你的货如果是那种玻璃的啊，或瓷器品，或者是那种灯泡类，有没有碎掉？像我这一次就买一个很大的拍摄的灯。那应该过几天就会到了。我觉得出货之前，你可以先叫厂家，淘宝厂家先帮你全部都包好，包完整，然后记得要给你尺寸、重量，因为到集运公司他们会称重，有的是以重量为主，有的是以体积的材数为主。那这部分就是依照每一家规格不一样。那我这边要讲的是。附加服务除了就是开箱验货之外，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易碎的东西呢，你就可以要求他们比如说我要打木条，或者是订木箱，或者是木柜，然后再如果比较容易易碎的东西，里面可以再跟他们加购，就是比如说包装的气泡纸，这一些的话都是要付费的哦，每一家也是不一样，自己可以去咨询一下。好，最后第6点。第6点是最重要，如果你东西呢要寄到台湾，记得一定要申请 EasyWay， 也就是易利维，它是一个海关的 APP， 然后记得大家要去申请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可能要从大陆寄东西到台湾，那寄东西如果收件人不是你本人的话，记得要请收件人本人到易利维上面去实名制登记你的名字、身份证、你的健保号码卡都要实名申请登记，你的东西才不会卡到海关，结果被海关没收了或是不见了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大家记得以上6点的话，只要你有把握的话，你的淘宝集运就轻松上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。淘宝集运的话，其实我用过差不多4、5次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方便，因为有的东西真的是，淘宝上的花样、样式、款式都比较多。然后，因为像虾皮的话，其实在台湾我也会用虾皮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其实虾皮很多厂商客户源头都是来自于淘宝。然后你在虾皮下单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讲说，你可能要等待7到14天。那这7到14天的购买期呢，就是他们去跟淘宝的客户下单，你买的就是淘宝货，其实一样，好不好？自己下单也很方便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。好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我频道，好不好？会有更多东西跟你们分享，比如说虾皮跟淘宝到底要怎么选，有什么样的好处。我后面会做一集给大家，其实2个平台我都会卖，那后面再教大家怎么样去选购。好，赶快去寻找你的淘宝集运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